欢迎回到卡牌情报局。精彩而漫长的高雄 RL 已经正式落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完全程的比赛直播呢？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今天的影片就要带大家快速回顾本次高雄 RL 的赛事精华。话不多说，准备好你的可乐和爆米花 ，Let's go！ 贴心小提醒：如果你对环境里的热门牌组还不熟悉的话，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这支影片，恶补一下，后面的影片会看得更顺畅哦。OK， 让我们回到正片。这次的高雄 RL 总共有超过2000名的玩家参加。老实说啊，因为办在周日的关系，参赛人数感觉比其他场次要来的少了那么一些。不过，现场玩家的热情并不因此有所减少。在我们宝可梦卡牌大使主持的开幕典礼之后啊，比赛就正式展开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大师组第2轮的对局，有姜维成的喷火龙对上 Smilenik 的巨断将 EX 牌组。这个少见的巨断将牌组啊，主要是利用土龙结节以及各种不同的抽牌，再利用巨断将 EX 的第一招伤害为手牌的数量乘以30点来打出高伤害。Aspect 的部分呢，采用的则是我们的新冲天能量。这张牌在这种进化型输出伤害的牌组啊，的确是非常的实用哦。来，我们看到开头是喷火龙 EX 这边先使用老大的指令昏厥的光辉基拉奇拿到了第一张奖励卡，接着 Smilenik 利用场上剩余的巨断将 EX 还有剩余的手牌打出了一拳330点的高伤害。Oh my god！ 才第2回合他就打出了如此高的伤害吗？但这边喷火龙的问题是要担心接下来能不能每个回合都利用奇术这类的支援者去干扰对手的手牌，进而去削弱对手的伤害。与此同时啊，还得祈祷对手不能每一回合都做出330点这么高的伤害哦。来到巨断将 EX 的回合，由于刚刚被奇术之后伤害不足，把牌都拿去使用还有铺场啦，最后就只剩下3张手牌，只能造成90点的伤害。此时来到了关键一手啦，喷火龙 EX 在这边使出了支援者琵琶，把原本只剩3张手牌的巨断将 EX 丢掉了其中的宝分还有糖果。先不说宝分，要知道糖果被丢掉，这个对于巨断将来说可说是非常非常的伤啊。也因为这个关键的一手，再加上后面手牌抽不到补牌，使得巨断将 EX 的节奏再也跟不上对手。我们在此恭喜喷火龙 EX 拿下第2场的胜利。接着比赛来到了第5轮，2位选手都是4胜0败的完美战绩。双方使用的牌组则是我们的古代对上未来，轰明月对上我们的铁臂膀啦。未来在初期有支援者的情况下，利用派帕拿了高科技雷达，还有我们的沉重接力棒，再使用高科技雷达拿了密勒盾和铁臂膀 EX， 加上电枪和密勒盾的第一招，使得铁臂膀 EX 啊，在第1回合就居然能够填了4个能量。反观川口选手，因为轰明月 EX 这里没有办法找到能量，而没有办法顺利的打出第1拳，撤退之后又因为对手的铁臂膀 EX 已经填好能量，蠢蠢欲动，至此胡子选手拿到了绝佳的节奏啊！但胡子选手这边并不着急，在贴上了礼品能量之后，继续使用密勒盾的第一招继续填能。换到川口选手这边，先利用顶尖捕捉器把铁头壳 EX 给抓出来，并利用弱点为2的特性，直接昏厥了铁头壳。原本大家都以为落后的川口选手忽然一个反攻，让胡子选手这边紧张了起来，并开始积极进攻。游戏末盘的局势反而是川口选手这边看起来比较占优，只要收掉1个铁臂膀 EX 就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过最后因为时间限制，造成了2位选手都纷纷双败，非常的可惜啊！比赛来到了第6轮，是由我们吴志伦选手的雄伟啊对上米塔选手的赛富豪 EX。官方的主播们啊，在这边其实也有说到，当对上雄伟牙的时候，赛富豪 EX 在出牌上必须要格外的注意哦，因为对手的喷牌速度快，赛富豪啊是没有空间去下太多对场上没有影响力的牌张的。如果不知道雄伟牙这副套牌在做什么的话可以回去我们的上一支影片了解一下哦。整个比赛过程啊，可以说赛富豪这边不停的想要营运起来攻击对手，不过我们雄伟啊就是不管一切啦，就是不停的喷牌，不停的喷牌，不停的喷牌，不停的喷牌。最后由我们操控雄伟牙的吴志伦选手拿下了胜利。老实说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有观赏性，非常建议大家回去官方频道看全程的对局哦。经过了11轮预赛的考验，最后我们选出了高雄 RL 大师组的16强选手。其中牌组的分布分别是喷火龙 EX 4副，放逐 Box 3副，挡道卡比兽2副，帕路赛富豪2副，洛奇亚2副，铁臂膀、古剑豹和雄伟牙则是各1副。整体来说啊，还算是蛮百花齐放的。虽然还是以大热门的喷火龙是第1名哦，不过整体来说也只占了1/4的比例而已。
比较不会有那种喷火龙独强的感觉。来到16强对局，首先看到的是喷火龙 EX 对上帕路赛富豪。前期其实双方的目标都是专心营运，准备自己进化所需要的东西。真正短兵交接的时间点是当第一只喷火龙 EX 出来的时候，看看赛富豪 EX 是不是能准时的昏厥掉它。不过就在这个 moment， 赛富豪卡啦，只能使用呼朋引伴抓出一张基础宝可梦。而喷火龙 EX 这边也非常机灵，直接抓出了光辉甲贺荣蛙来昏厥它。不仅断了赛富豪 EX 的抽牌能力，更降低了双杀小火龙的可能性。视角换到赛富豪 EX 这边，还是一样非常的卡，不得已只好让帕路先揍喷火龙一拳，240点伤害，没办法顺利的昏厥喷火龙，跟上节奏。喷火龙 EX 也因为对手没有拿到奖赏卡，而伤害不够昏厥帕路，只能攻击180点，变成一个你一拳我一拳，但都没有昏厥，一个很诡异的场面。也因为这样，变成喷火龙 EX 又昏厥帕路，先拿到了2张奖励卡。只剩下2张的奖励卡，使得赛富豪 EX 这边可以说是压力山大哦。加上赛富豪又弱火，很容易因为光辉喷火龙的关系，所以不知道要不要攻击。最后的胜利就由展开较为顺的喷火龙 EX 拿下啦。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觉得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可以完整看到赛富豪 EX 和喷火龙 EX 这2副牌那个进退交手的过程。如果对这个对局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再去官方频道复习一下哦。最后，终于来到我们的冠亚对局，有红镜选手对上我们的杨荣轩选手。没想到最后居然是放逐 Box 内战啊！先来讲一下这个对局的对战重点。首先，第一是谁先阿克罗马；第二，谁先古月鸟可以昏厥对手的宝可梦；第三，谁先放逐器使用幻想门，再用铁臂膀或人蛙抢先昏厥对手，拿到2张奖赏卡。能做到以上几件事的玩家就能拿到对局的优势哦。回到对局，前期看起来2位选手都跟得很紧。首先是杨荣轩选手，先用古月鸟昏厥了缓缓，拿了1张奖赏卡。红镜选手紧接着就用人蛙昏厥了2个缓缓，拿了2张。再来轮到杨荣轩选手，再用古月鸟昏厥了勾魂眼，再拿了1张奖赏卡。此时比数来到了2-2。这时候转折点来啦，红镜选手启动了勾魂眼，各放了6个伤害指示物在花流缓缓身上。之所以不选择昏厥是因为怕被杜鹃的关系。杨荣轩选手则是选择2个幻想门，给铁臂膀4个能量，昏厥的公魂眼拿了2张奖赏卡。虽然红镜选手这边也有做事，选择了铁臂膀 EX 昏厥了铁包袱，而且杜鹃了。不过看来我们的幸运女神还是比较喜欢杨荣轩选手杜鹃上来的牌原本就有老大，顺利的抓出后排的宝可梦，得到了最后的胜利。2024高雄 RL 大师组冠军就是我们的杨荣轩。经过了紧张又刺激的高雄 RL 之后，大家是不是又对环境了解更上一层楼了呢？如果有我们没注意到的细节，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喜欢我们整理的赛事精华的话，也请大家按个喜欢并分享出去。下次的宝可梦大赛就是我们的冠军赛啦！预祝大家牌运昌隆，好好练习哦。我们下次见，拜拜。